我们现在在美国的犹他州，耶！大家好，我们是住在加拿大的凯文一家。这次我们开着凯文爸自己改装的房车，从加拿大入境美国，去探索了神秘的美国西部。在这里，我们收获了无数宝贵的回忆。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美到窒息的天空之镜，打卡全世界第一家肯德基，第一次体验野地露营，在美国科罗拉多河边的悬崖上为凯文宝贝庆祝7岁生日，在无比震撼的纪念碑谷谷底惊叹上帝的伟大杰作。第一次在美国鲍威尔湖上开着游艇登上沙滩，在40多度高温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感受这里的繁华与喧嚣。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难忘的旅程吧。现在爸爸就要登上这个 UFO。我们将持续更新房车美国行系列，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视频更新的通知了哦。大家也可以关注订阅我们的 Instagram， 搜索 Kevin Family 520，可以看到更多在我们 YouTube 频道里看不到的幕后小花絮哦。现在就让我们从第1集开始吧。Nothing's all you need. When you're stripped of all your armor, you can finally feel the breeze. We're living in the moment. We ain't got pockets full of money, but we're rich in other things. This highway is our living room. We're swimming in the mystery. We're living in the moment. 我们还有5分钟就到犹他州了，一共开了4天，从西雅图一直开到这儿。待会儿我们要跟犹他州的牌子合个影，他们3个在后面玩的可开心了。我们再过几分钟就要正式从爱达荷州进入犹他州。哇塞，烈日当头啊！我们现在在美国的犹他州，耶！ And the hand of fate that I drew had me down and out, but I 我们竟然在路边发现了2个小龙卷风 tornado， 好神奇呀！那个 tornado 能把一个人给飞起来吗？那个龙卷风下面那个草被卷得一直在旋转。是啊，这个龙卷风我只见过大的，没想到还有这么小的。
来，爸爸在这儿加油呢。这边的油价怎么样啊3块9毛5美金1加仑。跟加拿大比是比加拿大贵还是便宜啊？换算成美升的话，肯定是比加拿大便宜，因为温哥华的油价都快1块9、2块了。哦，那美国的油价还是可以的。这个州便宜，那那个华盛顿州比较贵。那这边美国的油价跟就是加拿大的卡尔加里那边比呢？应该差不多，比卡尔加里还要再低一些。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就阿尔伯塔省的油价已经属于加拿大非常便宜的区域了，还是比美国贵。对，可能德州的油价比犹他州还要便宜。哦，看这个加油站周边全部都是山，特别的美。我们的小美女要下来去加油站里尿尿了，走吧，妈妈领着去。这边可以上厕所，好开心呐！我们这一路都是在这个 Love's Truck Stop 过夜、洗澡什么的，休息。走吧，好凉快呀！去找厕所。凯琳每次进来都要被他们家的这些小装饰品给吸引。上厕所啦！这是玩的。这个厕所里边好干净，然后这边是洗手池，这边是一按就有那个泡沫出来，这边是擦手的纸。这厕所进来很干净。接着赶路。对。哇，外面可真热呀！来吧，快上去。哎呦，我的天，还是车里凉快，39了都。热了。哇，天哪！我们现在加完油了，然后爸爸要带我们进盐湖城去吃火锅。快乐小羊吃个火锅。38美金一个人，开门是15块，海鳞是免费。这个要换成加币可能是贵一些，但是这里面的东西比加拿大的那个好。我看这里面还有龙虾尾，然后还有鲍鱼，什么都可以涮的，还有深海雪蟹腿也不限量的。这个 menu 上没有蔬菜，蔬菜肯定是自己的。对，哇，太爽了！好像这个美国的快乐小羊的级别比加拿大的要高啊。在加拿大我们吃的时候好像没有这种选项。快乐小羊，哇，太奢侈了！涮龙虾，这是生的熟的，鲍鱼。涮鲍鱼，重头戏开始啦！2个龙虾肉已经煮熟了，现在爸爸要把这个龙虾肉给剥了。凯琳，吃一口这个龙虾肉。哇，好嫩，好新鲜啊！
几只小龙虾。他俩非要让爸爸再带他俩打个棉花糖。不要紫色的。糖出来了，哇哦，这是拉丝了，看。这是爸爸第一次卷棉花糖。哎呦我的天！为什么你卷出来的棉花糖长得这么奇形怪状？橙子。橙子味儿。凯文大牌棉花糖长得乱七八糟。Cheers！ 这是爸爸给亲手做的棉花糖。好，走了。现在我们要去找一个沃尔玛，去逛沃尔玛超市啦。全家一出来全都变成夜猫子了，现在都晚上10点了，但是那个沃尔玛开得更晚，开到半夜12点。又开始放烟花了。啊，在车里看烟花。还有吗？今天什么节日啊？这是？还有。啊，又来了。今天美国是什么日子呀？怎么我们车头也在放烟花，车尾也在放烟花呀？到处都在放烟花。这烟花一放，他俩在车里尖叫了，都激动的。还有啊，还在这等着，翘首期盼呢，看看有没有烟花。吃个火锅一出来还能看看烟花秀。睡觉了吧？壮观了！这都已经晚上10点半了，外边还要33度，好热呀！沃尔玛马上就要关门了，现在我们仨就不去了。爸爸以闪电的速度冲进去。因为我俩人要从那里一个人看着玻璃。你让我一个人在车上看着车啊？凯琳实在太搞笑了。拜拜。还是我们凯文大宝贝好哈！凯文说要陪妈妈在车里等着。这凯琳小可爱哪儿都落不下他。Hello， 弟弟啊，哎，在晚上外边还33度啊。是啊，好热呀。我害怕爸爸跟妹妹缩到沃尔玛里边了。没事儿。爸爸和妹妹速度很快，在他们关门之前就能跑出来。是不是跟最快的人一样快吗？对，像闪电一样的速度。好，下来吹吹风。耶，爸爸和妹妹回来啦！你们俩太及时了，在沃尔玛关门的最后一刻。My imperfection, I thought I learned my lesson, that I'd never be loved by someone like you. You've changed up my direction, but sometimes I still question how I was worth the love of someone like you.
家，我们现在已经开到了 Flying J 的这个 truck stop， 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过夜了。现在两小只正在车里面玩他们两个的 iPad， 上网。这是他们俩最幸福的时光了。我在美国办了一张那个手机卡，是 ATT 的，1个月是$65，然后它是不限流量，还可以分热点给其他人用。然后他们两个现在用的就是我手机上那个卡分出来的热点，它是有固定流量的，就是1个月只能分享25个G， 然后超过这个25G 之后就不能再用了。他们两个上网也是5G 的速度，特别快。然后美国犹他州这边现在白天最高温度已经达到39度了。我们今天下午在那个犹他州牌子那儿合影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要被晒化了。然后现在已经是半夜11点多了嘛，这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外边现在已经到27度了，然后现在我们车里还是有点热，但是我们因为是住在这个 truck stop 嘛，每天都可以洗澡，就是睡醒了早上就进去洗个澡，特别舒服。我们是一家4口带着2个孩子嘛，本身就后面已经有一个第2排的座椅被改装了，牺牲掉了很多的空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再去装一台那么大的移动空调，而且还有个很粗的管子要排到户外，所以后来我们就放弃了装空调的这个想法。我们在进美国之前也很犹豫，就是说这个暑假进美国这么热的天，我们晚上在车里怎么过夜？后来爸爸查了天气预报，说到晚上的话温度会降到20几度，这次也就鼓起勇气进了美国。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这么热的天进美国房车行，也挑战一下，看看大夏天的在美国房车自驾游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也一起分享给大家看看。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会陆续的给大家分享我们整个这个最炎热的夏天在美国开房车这个全过程是怎么样的。就是现在爸爸已经把上面他装了一个天窗，把天窗打开了，又把上面有一个换气扇也打开了，然后侧面呢还有一个小的侧悬窗，凯文和凯琳他们两个这第2排座椅的旁边还有一个小悬窗也都拧开了，这样的话我们车里就形成了一个对流，然后那个风一穿进来之后还挺凉爽，所以这2天晚上住下来感觉还挺舒服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然后就是好多朋友也一直在问我们说，你们一家4口在这么小的房车里是怎么睡觉的？我们之前用来吃饭的那个桌板，把那2块桌板以前是放在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可以把它铺平成一张床嘛，现在整个挪到下面，白天是地板，等睡觉的时候那2条海绵垫把它铺在里面，中间就形成了一条小床。爸爸又买了几个小盒子放到前面给它延伸出来，就相当于把底下中间的这条床给加长了。凯文和凯琳头朝2边，然后我跟爸爸在2侧一边睡一个，然后感觉睡下来的话还行，还挺不错。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房车开到了这个盐湖城的城西，有一个这个 truck stop 这边，我们在这儿过夜。明天第1站先去看一下盐湖城西侧有一个特别美的白色的盐滩，然后后天呢我们再去盐湖城这个城市里面去小转一下，去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城市。好，大家，那我们现在就要洗漱睡觉了，然后我们明天见吧，拜拜。大家早上好！昨天晚上我们离开沃尔玛以后，我们就在 Flying J truck stop。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床就看到旁边的山，感觉特别的美。然后他们这个 truck stop 还有一个丹尼斯早餐，拎着我们要洗澡的这个洗漱用品，到这个丹尼斯里面去吃了个早饭，就是那种西式早餐，还挺丰盛的。吃完了之后 ，Flying J truck stop 里面它有专门洗澡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进去，全家一个 team， 花了$17在里面洗了一个澡。今天我们要去逛的呢，就是在盐湖城的旁边，然后有一个白色的盐滩。早就听说这个盐滩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特别是现在是夏季，太阳特别的浓烈，然后天气特别的炎热，所以它这个盐滩里面的水分被蒸发掉之后，上面那个盐会变得特别的白，特别坚硬，好像车子还能开上去。现在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Let's go！
亮了吧？现在爸爸路过一个休息区，先把我们的马桶给倒了，对，然后再接着往那个沿滩那儿开。天气太热，每天都要倒马桶。现在室外已经是36度了，看我们凯文大宝贝儿热的，就穿了个小内裤，这回凉爽了。敲一下。先把我们这个灰水桶从上面的水龙头拧下来，然后把它拿出来。哇，还不少。刷牙洗脸的水都在里边了。现在爸爸要把马桶拿出来，我们的马桶就隐藏在这个分支 C 的下面。小美牛睡醒了。现在爸爸已经把下边的灰水桶拿出来了。看我们后边这2个靠枕，好漂亮啊！满天的星光，变上 party 了。变成 party 了。哎呀，真好看！再往里加点水，涮一涮。我们这个水龙头里的水就是来自于下面的这一桶净水，然后随时换这桶水就行了。现在灰水桶里的灰水已经都倒到马桶里了，这样只需要倒1次就可以。完美。这个就是马桶上半部分，是装清水的，用来冲马桶。它现在的水位比较低了，然后我们用这个水管里的水给它添加一下。加满了，这回可以冲马桶了。还有一个电动按钮放电池的。好，准备下去倒马桶了。Woke up early just to see the sun. With every possibility, you're making all of me undone. Not so sure yet, but I think that I might. Nothing to your body as you sway on the backseat of my bike. Sliding down a rainbow of emotion. 我们要正式出发，接着出发了，去沿滩。 Let's go。Kick up my shoes, it's plain to see. I did about the thought of you and me. Wish I was, but I'm not pretending. I'm just a sucker for a happy ending. I'm just a sucker for a happy ending. I'm just a sucker for a happy ending. 终于，我们抵达了距离盐湖城1.5小时车程，被誉为美国版天空之镜的伯纳维尔盐滩。它是地球上最具知名度的盐滩之一，面积广阔，景色壮丽。今天我们将前往这里最具代表性的2个地点。首先是伯纳维尔盐滩国际赛道，这里因其平坦坚硬的地形和独特的风景，成为了全球最著名的速度竞赛场地之一，吸引着无数赛车手与追求极限速度的冒险者前来挑战。另一个地点是盐滩西向休息区，位于80号洲际公路旁，是一个小型服务区，通常是游客进入盐滩前的首站停留地。这2个地点都坐落于伯纳维尔盐滩的边缘，彼此相距不远，形成了游览盐滩的理想路线。当我们按照导航抵达今天的第1站伯纳维尔盐滩国际赛道时，眼前出现了一条笔直的柏油路，仿佛一条黑色丝带直通向盐滩的深处。仅仅行驶在这条柏油路上，就已经让我们对即将开启的盐滩之旅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在我们已经开到了盐湖城以西的伯纳维尔盐滩。我们到了这儿之后，发现可能是它昨天下过雨，所以就现场好多的水。然后那个牌子上写着，一旦这个盐滩是湿润的时候，车子是不能上去的。所以我们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也就不上去了，就只能让他们两个在上面踩水。然后这个点结束了之后，我们再去下一个点。现在我们车子已经停好了，然后两个小可爱也换上衣服了，可以走到这盐滩上面去踩水了。我的后背都出汗了。是啊，今天好热，现在这边的温度已经达到38度了。When I saw you standing there under the stars, I knew it wouldn't be the last time. 现在一下雨，这个干燥的盐滩就变成了一个小海滩了，全都是盐水。看这地面上的盐，看上去就跟雪似的，不知道以为这是 snow 白雪呢。遇到水就是那种盐化了的盐，一粒一粒的，然后沾到脚上之后就会一晒干就变成白色。现在他俩要脱鞋了，把鞋脱了，到这个水面上走一走。这边就是传说中的天空之镜，就是一有水的时候，这个盐滩就像一面镜子，有倒影。这水好热啊！水温很热，被太阳晒的。We could write an endless story through the struggle and the glory. By your side, I will stay. We will never fade away. We could sail the skies together till our skin is old and weathered. By your side, I will stay. We will never fade away. 来，给凯文洗洗脚。哇，这脚上全是白色，一洗是不是很凉快？啊，洗完好干净啊！再冲你的鞋。来，喝点水。凯文先喝。哇，现在美国39度了快，再配上这个炎热的盐滩，这水分流失的好快呀，赶紧补水。刚给两个小可爱洗完脚，他们两个坐在这儿晾一晾，吹吹风。这阴影里边还挺凉快的，边上只要一离开这阴影，到这阳光下面就要被晒废了，暴晒。这块有个直升飞机叫降落。两个小可爱在这儿看飞机呢。正好今天有活动，这边有好几辆赛车，他们今天请了专业的人来给他们拍视频，所以来了好多摄影师，还有后勤保障什么的。我刚才还以为他们这么兴师动众要搞个什么赛车比赛呢。有兰博基尼、福特 GT， 好像还有个莲花吧。他那个车是来这儿拍照的，不是来这儿比速度的。好像不是比赛的，是录影的。哦，他是拍视频的。好热闹啊！刚才直升机都来了。哎，有跳伞的从直升飞机上跳下来了。跳伞的下来了。对，好帅呀！有两个。哇，还不止一架直升机呢，有2架，还有一个黑色的。刚才那个跳伞的，就是从直升飞机上跳下来的。现在我们后门一打开，就对着这个牌子，好棒啊！我们这个车正好是一个天然的凉亭。My little baby。哇，这是你的小 baby。My little baby。一人一个小 baby。现在我们坐在这儿休息休息，赏赏这个美丽的景色。哇，好凉快啊！这穿堂风。
这个点好漂亮，我们在这儿待了好长时间，现在要去下一个点了。天呐，我们终于开到我们要来的第2个点了啊！刚才我们绕了一个大远儿。我们从盐湖城的那个方向往这边来嘛，它有一个80号的高速公路，这个盐滩它是在80号公路的北侧，这个80号公路它又是一个单向的行驶的双车道。来的时候我们就想着，反正我们要去的这2个点都离得这么近，然后我们就想先去看看那个车子能开上去的那个点，我们就直接先奔着那个去了，就路过了我们现在要来的这个第2个点。然后我们心里就想着，反正他们俩都在这个80号公路上嘛，而且他们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只有11个 mile。然后我们想，这不就直接一掉头就回来了吗？然后就可以来到第2个点了。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它这80号公路这2条路之间，它是不能掉头的，除非你是被授权的车辆才可以。结果就导致我们15分钟的路，我们一共走了1个多小时，将近1个半小时，我们才回来，就掉了一个非常大的头。然后才又回到了这个第2个点上，所以现在赶紧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接下来大家要是也要来这边的话，从盐湖城那个方向过来，要先到休息区的这个点。我们现在正好弄反了，导致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大家就是以我们为鉴，不要犯我们一样的错误。25 candles, not sure how much more I can handle. Up in my castle, another year, another battle. No, I don't want you to find me. Right now it's easier to hide the key. Sorry I canceled. This isn't about you. 我们一下来，刚才天还是晴的，看现在远处已经是乌云密布了，不会一会儿下上雨了吧？他们在这儿有这个陆地最快速度的记录。哦，现在我们打算走到那个盐滩上面去拍照。耶！走了，跟着爸爸。他俩兴奋的不行了都。Self-esteem can't help it if I'm feeling hopeless. If I could smell the roses in front of me, I bet you're thinking I'm so typical, but you can see the chemicals. Don't treat me like I'm一个格的，刚才爸爸带着他俩一顿奔跑。现在一点儿也不热也不晒，特凉快。是啊，没想到这个刚才还大太阳呢，现在满天的乌云。感受一下雨中的盐滩，地上的这些盐可能全都要被焦化了。哇，看看地上的这个盐，好硬啊，好坚硬，根本都踩不动啊！难怪他们那个车可以开到这上面测试速度呢。我刚才摸了，这个可以干嘛？这个波塔。看地上这个像盐一样，摸一下，跟我们吃的那种盐有什么区别吗？摸的肯定有区别。好漂亮啊，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我觉得这个比正常的盐更小。比正常的盐小。把盐放哥哥头上了。人全走光了，地上没人了。啊，他们一看下雨都走光了。现在就我们4个啦，好漂亮，太美了，感觉就像在天边站着。看凯琳手上拿的这个盐，哇，这一个小盐块。下雨了。有雨点下来了。我看不到。好美呀，凯琳。起风啦，马上就云彩就要过来了。哇，太美了，这个盐滩。稍微一点点让这个风它推我。对，风太大了，现在凯文都站不稳了，一直在推着你的后背。
哇，已经下雨了，雨点儿已经落下来了。你们俩感觉到了吗？下雨。一会儿我们可以穿上雨衣在这上面走。我要雨衣，还有我要那个umbrella 不行，因为这边风太大了。天哪，快看，远方已经下上大暴雨了，马上就要下到我们这儿了。我们现在得赶紧到车上去拿我们的雨衣了，要不然一会儿就被滞留在这个沿滩上了。那个看着像一个轮转风。对呀，好大的暴雨就要来了，去车上去拿雨衣了。帽子。这风也太大了吧！你们两个得绑好帽子。好大的风！天哪，太可怕了！这风太大了。这雨说下就下了，太大了。大暴雨来了。我们回来的太及时了，你的鞋都不漂亮了。对，脚面上都是泥巴。你的内卡都吹没了，刚才我都湿透了，裤子也湿透了，还有裙子也湿透了，还有鞋也湿透了，还有脚丫也湿透了，害怕我们的车给吹倒了。是啊，我们现在车子被吹得左摇右晃的。这个风也太大了，这得几级了？得7级以上的大风，外面狂风暴雨，我们在车里先躲躲吧，先避避雨。两个小可爱现在已经穿上了一次性的雨衣，现在那个外边风已经没有刚才那么大了，刚才简直太可怕了，那种是绝对不能下车的。然后我们现在打算去看看雨中的沿滩。早班。丁丁，雨好像快停了，远处天已经晴了。刚想说体验一下雨中的沿滩，结果雨就停了。雨停了就可以继续玩了。行，那现在我们就往那沿滩上面走啊。好。突然来临的一场暴风雨，悄然洗礼了伯纳维尔沿滩，让这里成为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梦境，静谧而又永恒，让人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和与安宁，平静与释然。仿佛所有的烦恼与焦虑都随着这场雨水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就这样站在这里，静静地看着天与地的相互交融，感受那份纯粹的美好，连心灵都在这里得到了安慰与治愈。原来人世间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最简单的瞬间。听到我说话了吗？听到了。
凯文，你喜欢这儿吗？喜欢。你今天玩的开不开心啊？大头，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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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站在这片岩滩上，望着这雨后初晴的美景，心中不禁涌起一种无法言喻的感动。就像人生中那些不可避免的风雨，每一次的挫折与考验，也许就是上帝对生命的一次洗礼；而雨过天晴后的光辉与彩虹，则是对坚持与勇敢最美的馈赠。我们只有历经风雨，才会发现，原来真正的美丽，往往就藏在风雨过后的那一缕光芒之中。或许这也正是上帝透过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只要我们相信，愿意坚持，总有一天，光芒会穿透云层，彩虹会出现在天际，带给我们无尽的希望与温暖。凯文跳一个，凯文跳一个，看你俩谁跳得高，来。好了，来，我们再重新来一遍。看谁跳得高啊！预备，等会儿，预备，开始，1、2、3，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1、2、3，然后这回2只手都不牵着了，咱们各跳各的啊！1、2、3，耶！ Don't count me out just yet. We're more than silhouettes. When will we all discover all we need is each other? Don't count me out just yet. We're more than silhouettes. When will we all discover? “当太阳逐渐西沉，夕阳的余晖洒满岩滩时，整个天地将被染上一层金色的光辉。为了亲眼目睹这壮丽的景象，爸爸开始带着2个宝贝向岩滩的深处前行。离人群越来越远后，整个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安静。独自走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中，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油然而生。那是一种与天地相连的感觉，仿佛在这一刻，我们不再是渺小的个体，而是这无边世界的一部分。眼前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千百年的岁月痕迹，而此刻，我们正与这些历史融为一体。博纳维尔岩滩上的天气，在短短的1天之内，竟然经历了如此多的变换：晴空、风雨、彩虹与日落。
犹如人生的起起伏伏，每一种景象都如同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片段，或平静，或激荡，或辉煌，或暗淡。风雨中，我们学会了坚韧；彩虹下，我们找到了希望；而在日落的余晖中，我们懂得了珍惜。正是这些瞬息万变的场景，才让我们人生的画卷变得如此的绚丽多姿。